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手腕上那小小的表，不只是看时间的小工具，背后还有一堆超狂的故事啊！今天我要带你走进10个腕表品牌的传奇世界，从第10名讲到第1名，每一个都像电影剧情一样精彩。别担心，保证你看完不会觉得像在上历史课，而是像在听朋友吹牛的感觉。废话不多说，记得订阅。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第10名，卡地亚。说到卡地亚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啥？是不是 bling bling 的珠宝？没错啦，这家伙本来就是珠宝界的扛把子，腕表只是他顺便玩出来的副业。不过这副业可不得了，玩出个传奇来。卡地亚的故事得从1847年讲起。法国有个叫 Louis François Cartier 的小伙子，当时才20几岁，接手了他师傅的珠宝店。结果这家伙眼光超毒，专门做给贵族王室的高级货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到了20世纪初，他的孙子路易卡地亚 Louis Cartier 接班。这位仁兄不甘心只做珠宝，想说腕表不是也很潮吗？我也来玩玩看。于是1904年，卡地亚推出了第一款腕表 Santos。 这表的诞生还有个小八卦。话说路易有个飞行员朋友叫 Alberto Santos Dumont， 这家伙超爱开飞机，但每次在天上飞啊飞的，手表掏不出来，看时间超麻烦。于是他就跟路易抱怨，老兄，你能不能做个表让我戴手上，飞的时候也能看？路易一听，灵感来了，设计出一款方形表盘戴在手腕上的表，取名 Santos。 这可是史上第一款专为男士设计的腕表，超有开创性。后来卡地亚的表越做越美，像坦克系列 Tank， 灵感来自一战时的坦克车，硬朗又优雅，贵族气质直接爆棚。卡地亚这品牌就像那种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却偏要靠才华的家伙。珠宝做得好还不算，连表都搞得这么有型，真的很会了。第9名，知百。知百听起来是不是有点陌生？别看它现在没那么红，背后可是藏着硬核故事的瑞士老大哥。知百的起源在1791年，创始人金 François Bott 在日内瓦开了家小店。这家伙才20几岁，就已经是个制表天才，做的表超薄超精致，连欧洲贵族都抢着买。后来1852年，钟表匠 Constantin Girard 跟珠宝师 Marie Périgord 结婚，俩人一拍即合，把公司改名叫 Girard Périgord， 简称 GP， 开始大干一场。知百最出名的作品是3金桥陀飞轮，这表美得像艺术品，3个金色桥板直接露出来，机械感满满。1889年，这款表在巴黎世博会拿了大奖，从此名声大噪。不过呢，知百这品牌超低调，就像那种默默努力，然后惊艳所有人的学霸。你问他为啥不爱宣传，可能人家觉得真正的好货不用喊，大家自己会发现吧。我想说，知百就像你家隔壁那个安静的邻居，平时不吭声，但某天你发现他车库里藏了一台法拉利，超会藏招啊。第8名，积家。第8名，积家，简称 JLC， 这可是腕表界的技术宅代表，故事也很带感哦。积家诞生在1833年，创始人 Antoine Lacouture 是个瑞士乡下小伙，他从小就爱鼓捣机械，发明了一堆制表工具，后来干脆自己开厂做表。到了20世纪初，积家跟法国钟表商 Edmond Jaeger 合作，品牌正式改名 Jaeger LeCoultre， 开始走上巅峰。积家最有名的表是 Reversal 翻转系列，诞生在1931年。当时一群英国马球玩家找到积家说，我们打马球老是把表镜撞碎，能不能做个耐操点的表？积家一听脑洞大开，设计出一款表壳可以翻转的表，平时翻过来保护表镜，打完球再翻回去看时间，超聪明。这设计到现在还是经典，潮到不行。积家还有个厉害的地方，他做了超过1200种机芯，号称制表界的发动机工厂。我只能说，积家这家伙就像那种宅在家写代码的黑客，虽然不爱出风头，但技术硬到让人跪啊。第7名，劳力士。劳力士在1905年诞生，创始人 Hans Wilsdorf 当时才20几岁，在伦敦开了家小公司。这家伙很有远见，他觉得怀表太老派，未来一定是腕表的天下。于是他到处找瑞士厂商合作，搞出第一批劳力士腕表。1926年，他推出豪士 Oyster 系列，防水防尘，号称打不坏的表，直接震慑表坛。
最逗的故事是1933年，劳力士赞助一个女游泳选手 Mercedes Glitza， 让她带着豪士表游英吉利海峡。结果她游了15个小时，表还好好的。劳力士马上拿着是大肆宣传，标题写防水表王驾到，超会营销。劳力士的表到现在还是硬通货，像水鬼、迪通拿，随便哪款都能保值。我只能说，劳力士就像那种班上最会打篮球又会念书的男生，实力强到没朋友了。第6名，伯爵。伯爵这家伙，讲到他就让人想到薄这个字，薄的像在跟你炫耀。哎，我就是这么轻盈又高级，你能怎样？他的故事从1874年开始，创始人 Georges Edouard Piaget 在瑞士诸罗山一个小村庄 La Côte Auxiliary Fils 开了家小作坊。这地方超偏僻，冬天大雪封山，乔治没事干就窝在家里研究机芯。他本来是给其他表厂做零件起家，做的机芯又精又小，慢慢就闯出名号。到了20世纪初，他儿子提莫西·伯爵接手，觉得光做机芯太没挑战，说：“哎，咱们自己做表吧，还要做的超薄超美。”结果1957年，伯爵推出9P 机芯，厚度只有2毫米，薄到像张纸，戴手上几乎没重量，业界直接傻眼。2年后，他们又搞出12P 机芯，薄到1毫米多，简直是制表界的减肥冠军。这还不算，伯爵还很会玩宝石，把表盘镶满钻石、蓝宝石 ，bling bling 到不行，带出去绝对是全场焦点。最有名的系列是 Altiplano， 名字听起来就很高雅，灵感来自南美的高原，象征极致与纯净。这系列的表薄的像在跟你说，我低调，但你就是忘不了我。有个小八卦，1960年代，伯爵还做过一款超薄怀表送给美国总统，结果人家带着去白宫开会，硬是把瑞士工艺秀了一波脸。伯爵还有个绝活，就是把表做得像首饰，女明星超爱，像奥黛丽·赫本就常带着伯爵的表走红毯，气场直接爆棚。我觉得伯爵就像那种健身房里的型男，硬是把身材练到超薄超 fit， 走路还自带 BGM 的那种，帅到你只能喊靠北了，太会了吧。第5名，宝珀。宝珀这家伙资历老到不行，简直是腕表界的老司机，故事多到讲不完。他在1735年创立，创始人约翰·雅克·宝珀在瑞士 Villeret 村开了家小表厂。那时候还没工业革命，宝珀全靠手工打造，做的表精美到连贵族都抢着买，家族传了好几代。到了19世纪，宝珀已经是瑞士表界的扛把子。最经典的时刻是1953年，他们推出50巡，这可是史上第一款专业潜水表，防水200米，表圈还能旋转计时，超实用。当时法国海军潜水部队找到宝珀说：“哎，我们下水老是找不到好表，你能不能帮个忙？”宝珀二话不说，设计出50巡，连表带都用橡胶，耐操到不行。后来美国海军也看上这表，找宝珀订了一批50巡，直接变成潜水表的代名词。听说连大导演詹姆斯·卡梅隆拍《深海挑战》时都带着50巡下海，硬派到爆。宝珀还有个超有骨气的故事。1970年代，石英表崛起，很多品牌都跳槽去做电子表，宝珀却硬挺着说：“我们不做石英表，只做机械表。”这态度就像在跟潮流喊话：“哎，小儿科的东西我们不屑了。”结果他靠着机械表撑过石英危机，还推出超复杂的功能表，像 LE Brassus 系列、陀飞轮、万年历样样有，工艺强到让人想跪。宝珀的表美得像艺术品，表盘上的雕刻细到你得拿放大镜看。我只能说，宝珀就像那种老派武侠片里的隐士高手，平时低调喝茶，但一出手就满场飞花，帅到没朋友。第4名，爱彼。爱彼简称 AP， 第4名这家伙超有个性，故事硬核到不行。他在1875年诞生，两个好朋友朱尔斯·路易·爱彼跟爱德华·奥古斯特·皮格在瑞士诸罗山谷合伙开公司，俩人一个擅长技术，一个会做生意，合作起来超有默契。他们一开始做复杂功能表，像三问报时、万年历，专攻高端市场，慢慢打出名气。最狂的转折点是1972年，爱彼推出皇家橡树 Royal Oak， 这表完全颠覆传统。设计师杰拉德·尊达 Gerald Genta 接到任务，说要设计一款前所未有的运动表。结果他灵感迸发，
搞出八角形表圈，加上外露螺丝的设计，灵感来自潜水头盔，硬朗又前卫。当时表坛流行超薄优雅表，皇家橡树却又厚又重，定价还超贵。大家一开始笑它丑到爆，说这谁会买啊？结果呢，卖疯了，第一年就卖出500多只，从此开启运动奢华表的新时代。皇家橡树还有个小故事，1976年，爱彼找意大利市场试水，结果意大利人超爱这表的硬派风格，昵称它 Jumbo 大块头，到现在还是经典款。爱彼后来还推出皇家橡树离岸型 Offshore， 更大更狂，连肌肉男史瓦辛格都带着拍电影，面到不行。爱彼就像那种叛逆少年，不走寻常路，偏要搞个大块头跟你唱反调，结果还成功逆袭，超有种。第3名，宝玑。第3名，宝玑，腕表界的发明家，故事精彩到像拍电影。他在1775年创立，创始人亚伯拉罕·路易·宝玑 （Abraham Louis Breguet） 是个超级天才。他出生在瑞士，后来搬到巴黎开店，年纪轻轻就发明了一堆制表黑科技，像陀飞轮 （Tourbillon），1795年搞出来的，专门解决地心引力对机芯的影响，精准到爆，连现在都是高级表的标配。宝玑还有个绝活是自动上链，1778年发明，表带手上走几步就自己上发条，懒人福音啊！他还设计了宝玑指针跟宝玑数字，优雅的像贵族签名。连法国国王路易16跟皇后玛丽·安托瓦内特都超爱他的表。听说玛丽皇后还订了一款超复杂表，可惜法国大革命爆发，宝玑下得跑去瑞士躲了好几年，表也没做完，变成制表史上的未解之谜。宝玑的表到现在还是经典，像 Classic 系列，简约又高级，表盘上的肌肉纹美倒像艺术品。有个小八卦，1823年宝玑去世后，他的徒弟把公司传下去，后来还做过一款表献给拿破仑，超有历史感。我只能说，宝玑就像实验室里的怪才，满脑子奇思妙想，还都变成现实，牛到不行。第2名，江诗丹顿。第2名，江诗丹顿，名字听起来就超有气势，故事也贵气逼人。他在1755年创立，创始人让马克·瓦什龙 （Jean-Marc Vacheron） 在日内瓦开了家小店。那时候日内瓦是制表圣地，瓦什龙做的表精美到不行，专卖给贵族跟富商。到了19世纪，他孙子跟弗朗索瓦·康斯坦丁 （François Constantin） 合作，公司改名 Vacheron Constantin， 开始冲上巅峰。1880年，他们推出马耳他十字 logo， 象征顶级工艺，从此变成品牌标志。江诗丹顿最出名的是 Les Cabinotiers 系列，超复杂功能加上手工雕刻，像表盘上刻个龙凤飞舞，细到你得拿放大镜看，贵到只能在拍卖会喊价。有个小故事，1996年，江诗丹顿做了一款日内瓦塔钟纪念表，庆祝品牌240周年，结果卖了200多万美金，土豪专属啊！江诗丹顿还有个绝活是艺术表，像 Métier Star 系列，把珐琅微雕塞进表盘，戴手上像戴了个博物馆。我觉得他就像宫廷里的艺术家，手艺好到让人想磕头，超有贵族范。第1名，百达翡丽。第1名，百达翡丽，简称 PP， 表界的皇帝，地位高到没人敢挑战。他在1839年创立，2个波兰移民安东尼·百达 （Antony Patek） 跟法国制表师让阿德里安·斐利金 （Adrien Philippe） 合伙开公司。百达是个生意天才，斐利是个技术狂人，俩人一拍即合。1851年，他们推出第一款不用钥匙上链的表，靠表冠就能调时间，震惊业界，从此奠定王者地位。百达翡丽最出名的是超级复杂功能表，像 Sky Moon Tourbillon 陀飞轮、星图、万年历样样有，贵到你只能在拍卖会看到。有个经典案例，2014年他们推出一款 Grandmaster Chime 庆祝175周年，卖了2000多万美金，土豪看了都抖3抖。PP 还有个口号，没人能真正拥有百达翡丽，只是为下一代保管。这话帅到像电影台词，超有逼格。PP 的表美到不行，像 Nautilus 系列，运动又优雅，连 Jay-Z 都带着上杂志封面。我只能说，百达翡丽就像表坛的至尊宝，地位高到你只能仰望，屌到炸裂。怎么样？这10个腕表品牌的传奇故事够不够精彩？从卡地亚的贵族风到百达翡丽的王者气，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梗，保证你看得笑呵呵又长知识。
想买表了没？哈哈，开玩笑啦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些表不只是时间工具，更是历史跟人生的缩影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讲完，下次再聊别的，拜拜啦。